1943年12月20日，距离圣诞节还有4天，美国陆军第527轰炸中队按照命令轰炸位于德国不莱梅的飞机制造厂。从任务前的通报中获悉，此次任务可能会遇到德军顽强的抵抗。除了会在空中遭遇 FW-190 战机以外，不莱梅还有超过250座高射炮防御。美军年轻的飞行员查理·布朗被安排在此次任务中，这也是他所在机组的第一个任务。布朗的飞机被分配在队形边缘，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位置。身为飞行员的布朗，为了安抚机组人员的紧张心情，他谎称自己25岁，已执行过多次战斗任务。其实他只有21岁，这也是他除了训练飞行以外第一次真正执行任务。上午9点40分，由20多架 B-17轰炸机组成的编队从英国出发，飞向不莱梅。当快要抵达不莱梅上空时，编队中的3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，不得不后退至队形尾部，而布朗的飞机则被指示移动到编队前面。当时飞机处在8000米高空，外界气温达到零下60摄氏度。机组人员发现飞机上配备的一些武器由于没有按照要求正确上油，已经被冻结，无法操作。11点32分，编队抵达不莱梅上空，开始进行投弹。不出意外，迎接他们的就是德国密集的高射炮射击和10多架德国 FW-190 战机的攻击。这时位于编队前端的布朗当然是德军首先照顾的对象。他的 B-17先是头部中弹，紧接着爆炸碎片先后击中了2号和4号发动机。这时一枚高射炮击中机身，炮弹直接将机身打穿，形成一个大洞，一名机背炮手中弹身亡。这时布朗的飞机无法保持速度，他很快就落在了队伍尾部。为了减轻飞机负载，投弹手只好投下所有炸弹。布朗的飞机在尾部遭到了德国飞机疯狂的打击，弹痕遍布机身。没多久，3号发动机也被击中，无法正常工作。整个飞机的功率已经不足40%，飞机失去了一半的舵，并且左舷失灵。机舱内部的氧气和液压系统也被敌机打爆，包括布朗在内的10名机组人员全部受伤，1名机枪手双眼受伤失明，其他还能勉强移动的人只能忍痛进行简单包扎，因为他们的吗啡药已经被冻住了。飞行员布朗右肩中弹，血流不止，再加上飞机在高空失去供氧，使他眼前一片漆黑，昏迷了过去。严重受损又失控的 B-17开始螺旋式坠落，飞机在失控的状态下坠落了将近6000米，眼看就要坠毁时，布朗醒了过来，他拼命地抓住操纵杆向上拉，在几乎擦着树顶的高度重新控制住了飞机，然后慢慢地将飞机爬升起来。这一切刚好被在地面上的德国人发现，其中就包括弗朗兹·斯蒂格勒，他是一名胜利完成过27次空战任务的德国飞行员。当布朗的飞机飞过时，斯蒂格勒正在地面为他的 Bf-109炮鸟战斗机加油。很快，斯蒂格勒完成加油，起飞追赶这架冒着黑烟的 B-17。这时，布朗的飞机只能以低速在低空飞行。渐渐追上的斯蒂格勒将手指放在了扳机上，准备伺机开火将其击落。可这时布朗的飞机由于受损严重，无法保持平衡，而且机翼和发动机的零件开始脱落。斯蒂格勒看到后，迅速驾机从右侧追上去。他透过对方严重受损的机身，将轰炸机内部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看到对方所有机组人员失去了战斗能力，以及右肩受伤还在不停流血的布朗，而布朗也看到了斯蒂格勒。人性善恶之间的转变也许就发生在一瞬间，但它却是那么美。斯蒂格勒的手松开了扳机，他开始对布朗做出一些手势，并摇摆机身。可布朗和机组人员并不明白对方的意图，所以没有做出反应。机舱内一名受伤的机枪手勉强爬向一架机枪，准备向斯蒂格勒的飞机开火。布朗却命令他将机枪瞄准，但不要开火。斯蒂格勒看到布朗不明白自己的意图，于是他将飞机开到布朗飞机的左侧，并按照布朗飞机的速度保持最近的安全距离飞行。双方就这样保持着距离，谁也没有做出任何危险举动。受伤的机枪手握着冰冷的机枪，手都握出了汗水。
直到海岸线渐渐进入眼帘。当布朗又一次转头看向斯蒂格勒时，只见对方向其敬礼致敬后就调转方向离开了。斯蒂格勒离开后，布朗又幸运地飞行了250英里，越过北海，降落在英国一处空军基地。在飞行后的汇报中，布朗向上级描述了德国飞行员是如何护送他离开的，但他被告知不要再对部队中任何人提到这件事，以免对敌方飞行员产生正面印象。而斯蒂格勒回去后没有对他的指挥官报道这件事，他知道自己的行为足以将他送上当时的军事法庭。那天过后，2名飞行员继续征战到2战结束，他们都将这件事埋藏在心里最深处。2名飞行员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并幸存下来。斯蒂格勒战后于1953年移居至加拿大温哥华，并成为一名商人。布朗回到美国完成大学。1947年，美国空军成立。布朗在1949年返回新成立的空军任职到1965年。后来，布朗曾担任美国外交事务官员，直到1972年从政府机构退休。斯蒂格勒曾回忆他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。他之前在北非战斗期间，曾听一名指挥官说，如果我看到或听到任何人向已经跳伞的飞行员开枪，那么他不配作为一个人，我也会向他开枪。斯蒂格勒还说，当时布朗他们就像在降落伞中一样，没有抵抗力。我看到了他们，可我无法击落他们。布朗也对德国飞行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他说，如果你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，那么你没有资格坐在德国飞机的驾驶舱内。1986年，早已退休的布朗受到邀请，在空军指挥学院举行的一次飞行员团聚活动中发言。当有年轻人问他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任务时，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儿。等他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之后，便将所有在场人员带回了那次不来梅轰炸。这是将近半个世纪后，布朗第一次公开描述当年的情景，所有在场人员都为之感动。从那天以后，布朗决定寻找这名未知的德国飞行员。在之后的4年中，他将全部精力用在寻找德国飞行员上。他找遍了美国陆军、空军，甚至西德空军的记录，却没有任何线索。然后他给战斗飞行员协会写信，请求刊登搜寻内容。几个月后，布朗收到了一封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信件，信中说，我就是那个飞行员。当布朗通过电话听到斯蒂格勒将当天所有细节全部描述一遍，以及最后那个敬礼时，布朗泪目了。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一切。斯蒂格勒表示自己多年来也试图寻找布朗的下落，可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。他在得知布朗的飞机得以安全返回，而且没有进一步人员伤亡后，显得异常激动。斯蒂格勒告诉布朗，当年自己看到布朗无力反抗后，放弃了击落他们的机会。他曾首先做手势，想让他们降落投降，而布朗没有做出回应。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对方不想成为战俘，于是他改变计划，想引导布朗飞向中立国瑞士，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人道主义的帮助。可这也没有得到布朗的回应。斯蒂格勒只好再次改变想法，引导布朗向海岸线飞去，尽早离开德国控制区。他还将自己的飞机移动到布朗飞机的左侧，并尽量靠近他飞行，这样可以避免布朗再次受到高射炮的射击。布朗也告诉斯蒂格勒，自己很庆幸机组人员顶住压力，没有在飞行过程中用机枪射击斯蒂格勒和他的飞机。通话当天，斯蒂格勒接受了布朗的邀请，在1990年6月以客人身份参加美国王牌飞行员退伍军人组织的团聚。2位飞行员时隔半个世纪再次见面。从此之后，布朗和斯蒂格勒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。布朗甚至移居至距离温哥华最近的美国城市西雅图。他们没有将兄弟情谊挂在嘴边，可在他们心里和其他亲戚朋友眼里，他们就是一对兄弟。布朗和斯蒂格勒2位老兵一直将这份来之不易的友情持续到生命的尽头，直到2008年，布朗和斯蒂格勒相继去世。布朗曾开玩笑对斯蒂格勒说，你没有击落我的飞机，使你失去了获得十字勋章的机会。
斯蒂格勒则回答：“我得到了更珍贵的。”斯蒂格勒生前曾送给布朗多本航空方面的书籍，他在其中一本中这样写道：“在1940年的一次战斗中，我失去了唯一的兄弟。在1943年12月20日，圣诞节前4天，我有机会拯救一架严重受损、即将解体的 B-17轰炸机。它还能继续飞行，简直是奇迹。对我来说，它的驾驶员查理·布朗的生命，就像我死去的弟弟一样珍贵。谢谢你，查理。你的兄弟，弗朗兹。”这里是人事会，谢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